歡迎大家又回到我頻道。這已經是2026年馬年生肖的這個，就是關於大家的運程來到了最後，這個就是兔、龍還有蛇啦。我們又再歡迎我們的 Chris 師傅回來這裡。然後呢，期待已久的這3個生肖，我們不用再等。現在就開始，今天一口氣說完了，對不對？對，是的，因為他們等了好幾個星期才輪到他們，應該是這樣。你就讓他們心喐喐嘛，對不對？對的，對的。接下來我們就是說這個屬兔了吧，對不對？那麼屬兔來講，我身邊屬兔人也不多，你會很多嗎？屬兔的？沒有認識啊，沒有認識。對。那麼我們來研究一下吧啊，這個屬兔的人呢，依我所知，我之前有幫過一些屬兔人算命，我發覺到屬兔的人哦，他永遠不會打死一份工因為有一句話叫做兔有狗窩，就是兔子它永遠不會住在一個地方，它會找不同的地方挖洞，會幫自己做不同的窩。他們是心理上感覺就是要很多，就是他有很多這些避難所吧。所以就跟人是一樣的，所以呢，屬兔的人永遠他不会打死一份工，就算他打工的話，他可能有很多背簍，或者是有很多投資四面八方都會有錢進來的。其實屬兔的人他就是靈巧聰明，悟性特別高，但是呢，自我中心，一意孤行，沒有主見，而且呢，他在處事方面是比較不專的。我以為馬已經很難駕馭，沒有想到兔一個小小的白兔居然這麼難駕馭。你別小看它，對不對？對啊。所以這個是屬兔的特徵。還有我發現一樣東西，女兔特別喜歡管老公，每天對老公疑神疑鬼的。我發現到是這樣子的因為我之前都有幫一些顧客在算命，然後屬兔的就是女孩子嘛，那遇到他們，他們都是特別注重在問感情事情。我們上個星期講老虎啦，沒有想到兔子可以管人。對。那麼講到屬兔的話，屬兔的人進入了這個馬年呢，叫做破太歲。破是代表破損嘛，破壞嘛，就四面受敵，會覺得自己沒有安全感就是破太歲。但是它還是好多吉星來，桃花也非常的旺，就是兔也是桃花命嘛。子午卯酉嘛，這個是4桃花嘛。那麼屬兔來講，在馬年也是桃花朵朵開的，也是桃花的一年。然後呢，它加上呢有福星，有天喜、天德、太陽、月德、太陰，哇，紅鸞星所以男女兔皆人心光彩，貴人相助，桃花朵朵開。雖然說它凶星也非常的多，凶星也有角煞啦、晦氣啦、勾神啦、借煞啦等等，但是因為這個吉星都很大嘛，然後呢就把他們這些不好的驅散了，所以這些凶星不以為然。但是呢，在這個馬年來講呢，這個屬兔的已婚或者是有伴侶的人，這個來講要非常的注意，因為是走桃花運嘛，那可能會有一些不正桃花、不利桃花出現，所以大家還是要比較注意一下。那麼當有這種桃花很旺的時候進來，我們也不用怕嘛，因為桃花可以轉為貴人。有很多人說，我桃花那麼大那麼旺，是不是需要斬？就是如果你懂得手法怎麼樣把桃花轉為貴人的話，那麼這個貴人就是幫你送財的。因為你走桃花嘛，你去到哪裡都很受人歡迎嘛，对不對？人缘好嘛，那麼我們就利用這一種關係來建立自己的人設，建立自己的，在培養自己的就是助力嘛，事業上面賺錢上面的這個助力來的。所以不要怕桃花旺，你自己知道有不正桃花、不利桃花，只要你心不想去找這個東西，就不會有嘛，對不对？是的。所以呢，如果你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不好的桃花出現的時候，那你就要自己提醒自己嘛，避開嘛，然後處事在馬年裡面要比較謙卑，然後呢，待人呢也是時常就是天喜星到。我說天喜星到都是以笑臉迎人，那麼貴人財神都會到這樣子就會小人變貴人，不利桃花也變成貴人桃花。那麼這樣子的話，在馬年裡面，不管是感情上面、事業上面都會非常的好。那麼雖然說是桃花年，那麼桃花也代表什麼？性嘛，對不對？性的來講也是跟下半身有關係，
所以屬兔的男生要去檢查一下身體，女性也需要去檢查一下自己的身體，這個來講都是跟下半身的這個器官有關係的，所以大家都是要去調理自己的身體，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健康。那麼這個屬兔來講呢，它就沒有2年了那麼我們就接下來我們就講這個屬兔人的12生肖的這個神奇密碼吧。屬兔的人遇到這個鼠跟馬呢，一定是招桃花的，因為我剛才說了子午卯酉嘛，所以它也是必定招桃花的。那麼屬兔的遇到屬牛跟蛇的話，就是會招宗教啦，有宗教信仰啦，傾向宗教信仰的這一方面去啦。還好沒有羊在。那麼呢，遇到虎的話，就是有是非，有小人；遇到蛇的話呢，就會一馬心動。就會走來走去很忙忙碌碌啦，旅遊啦去外面就是說浪啦這樣子的，就是一馬心動，坐不定，動來動去。遇到羊的話呢，就有權威、權力、霸氣；遇到雞的話呢，就是有被管的感覺，被困這個就是這個屬兔的這個人的運程跟12生肖的神奇特性在這一邊。所以就是犯太歲的你們也不要太過貪心啦，聽起來就是豔遇不斷，然後各種各樣的可以有這個吉星去破解。對对对，這樣我剛才說呢，破太歲就是有人來破壞嘛，四面受敵嘛，所以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把它轉化。是的，心態很重要。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怎麼說誰呢？我要講我們那個龍哥哥、龍姐姐、龍妹妹、龍弟弟，對不對？那個屬龍的嘛，屬龍來講，你應該不陌生吧？我爸爸是屬龍，我覺得屬龍的人去到哪裡，這輩子都很幸運，這是真的嗎？因為我遇過屬龍的人都很幸運，就是他們無財無就是技能，就反正他的生命裡面好像有一個特別的，就是幸運星罩着他們。可以是這樣子說，真的嗎？對对对，有的人說，天上看到龍就好像很幸運這樣，對不對？是的龍都是叫祥瑞嘛，龍都是祥瑞的。那麼講到屬龍的話呢，有一句話，廣東話叫什麼？神龍見首不見尾耶，你知道嗎？這對不對？怎麼說？屬龍的人只要一發生事情的時候，他第一個不見人，他先不見掉。印象裡我爸爸的確是這樣這個就叫神龍見首不見尾啦。那麼屬龍的人呢，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特性，你要他做的時候他不做，就是說這個事情你要他處理，他不會去處理的。他會有自己的他不會處理的，就是說他懶的時候就懶，勤勞的時候就很勤勞，他想做他就做，他不想做的時候你怎麼求他都不會去做這個就是屬龍的一種很奇怪的一個性格。所以屬龍人是什麼？好勝心強，極為善變，所以來講風婉色變對不對？然後呢，行事漂浮然後呢，也是缺乏耐性的一個人這個是屬龍的特性。但是龍我們說嘛，天子為龍嘛，所以龍就是好像天之驕子，它是受天眷顧的。所以好像你剛才說的，屬龍的人永遠就好像有一個幸運星，是的凡事都能夠迎刃而解，逢凶化吉。然後如果一個公司想做大的話，必定要有龍在裡面真的對，如果好像你改天開了一個公司，你想把那個公司越做越大的話，你不要管它的這個能力到哪裡，只要有一個龍的人進去了，你這個公司很奇怪的，它能夠做大。我也是有這種感覺，它就會有這種影響的。那麼屬龍呢，來到這個馬年的話呢，它就有這個五鬼出現啦。五鬼是小人，是破財的星，所以呢，五鬼小人破財的星也是一個情緒不穩定的星。所以呢，屬龍的人來到了馬年呢，自己的情緒會比較不穩定，會想太多有的沒的，然後就是那個多愁善感然後導致自己的睡眠不好，因為睡眠不好，想太多精神恍惚，很容易做錯決定，因為這樣子也順便影響了自己身體的健康。所以大家要注意飲食跟作息就可以了。對，現在的人的作息不正常，因為那個手機的魔力太大了無論生肖所以呢都是會被它影響了。那屬龍的人在馬年要怎麼提升自己的運氣呢？就是建議呢，因為這個
馬年進來了，所以屬龍的除了有一個五鬼凶星之外呢，然後他飛來了一個文昌星。哦，他們也有文昌。文昌星飛來了，那麼屬龍的人就是叫什麼？上身心靈課，提升自己的心靈，讓自己的情緒、思緒清晰。就是這個跟猴子不太一樣，因為猴子也有文昌星啊，他那個是進修。這個是提升身心靈方面。OK， 屬龍的觀眾朋友們來上我的課程。就身心靈方面的提升。那麼這樣子的話呢，就會讓他自己的情緒穩定啦，自己的思緒會比較清晰啦，就不會去做錯或者是我們說就是做錯決定吧。所以屬龍人在馬年是需要身心靈上面的提升。那麼加上屬龍的人在馬年的話，男性，尤其是男性，屬龍的男性會特別的大男人主義，自以為是，還有孤芳自賞。所以呢，因為這樣子呢，就會造成跟家裡人有很多的口角。所以講來講去還是情緒，所以這個還是需要去上你的課吧，應該。來吧。所以這個屬龍的就要切記，這個情緒管理要得當。怎麼樣去控制？怎麼樣去把自己的思維還有自己的身心靈去提升？那麼講到這個屬龍的話呢，如果你是出生在2月8號到5月4號，就是那個春季出生的龍人，跟這個5月5號到8月7號是夏季出生的這個龍人，這一段期間出生的屬龍的你，能夠怎樣增旺自己的運勢跟貴人呢？就是建議你們在西邊，或者是你們的辦公桌上面、房間等，都放一個用銅制作的，就是雕刻的一個金雞嘛，放在這個西邊，來增旺自己6合的力量。也可以去尋找金屬的，就是上面有雕刻這個雞的這個雕刻品，把它戴在身上，也能夠增旺這個屬龍的運勢，就是借助雞龍6合的這個能量來提升的。來幫助自己能夠增旺自己的貴人運，增旺自己的桃花人緣還有財運，都可以借助以上這個方式讓大家參考的。那麼講到了這個12生肖的神奇密碼呢，如果屬龍的人遇到馬的話，就會被困就被管制啦，被困啦，比較聽話啦。如果遇到屬虎的話呢，就是有變動、搬遷、換工、搬家、旅遊等等。那麼如果遇到豬跟蛇的話呢，就會產生桃花運啦。然後遇到雞又來啦，遇到雞就會有桃花幸事這樣子的。那麼遇到鼠的話呢，就是有貴人來助跟升職加薪會有這個這樣的，就是在工作上面的幫助吧。就是遇到鼠的話，就會有這一個升職加薪啦，貴人來助啦，提升以上就是這個屬龍的人在馬年的運程跟12生肖的神奇密碼的解說。那麼接下來呢，到誰啦？最後的一個大家都等到不耐煩的蛇仔蛇女了，好不容易輪到你們呢，就是已經是最後一個生肖，來吧。其實我發現到屬蛇的人他們對時間上面的管理是非常的講究的，非常有時間觀念跟管理時間的。他們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特色，他會說：“你要提早給我知道，我要安排幾點。”好像有他們屬蛇的人就會有個前任，好像的確屬蛇，他們會有這種狀況的。然後呢，這個出生在這個春季就是2月這個8號到5月4號之間出生的這個屬蛇的人他們是特別的愛找錢的。是原因是怎麼呢？因為他是在這個春季出生的那麼他本身的八字是不夠金的，所以他們對金錢的敏感度是非常的敏銳，就是覺得如果身上沒有錢的話，就缺乏這個安全感。所以他們這一類屬蛇的人經常身上都要有一些現金或者有一些錢在身上，他們才覺得有安全感。的確是這樣子，我有個好朋友也是女生蛇，就是她很會找錢。是嗎？對，就是這個春。因為我遇到的都是在這個期間出生屬蛇的人，都是非常的，就是說勤勞，一天不上班不行的，天天都是要看看自己的銀行有多少錢。而且他们的賺錢的方法是很天馬行空，比如說他會在春節來講的話，會賣什麼過年餅然後就你完全跟他就是有機會找錢，他們都會去拼一拼。
對，所以這個就是這一段出生的屬蛇人的特性。然後呢，屬蛇的人哦，也是靈機敏捷、聰明智慧，然後他們本身的糾纏力很強的，就是可以講是耐心吧，就非常的強。然後呢，屬蛇的人也非常的我行我素，然後堅持自己的看法，還有就是說他比較不會去聽太多人的意見的，就他會問你，然後他做他自己那一套。叫他問人來幹嘛？就參考而已嘛。這個是屬蛇人的特性吧。那麼講到屬蛇人在馬年的運程呢，屬蛇人在馬年的就是什麼呢？是健康上面非常要注意的，因為他在馬年呢是芒神星會病符，芒神代表是非官非、小人卷舌，就是麻麻煩煩。那麼會病符的話，就是說這個病比較麻煩。所以呢，除了我們說的小人是非官非以外，那麼他這個病符跟芒神在一起，就是說這個病很難醫吧，或者是說這個病會纏他比較久。雖然是小感冒、小傷風或者什麼咳嗽等等的，但是他就是要醫很久，一直拖着。那麼這樣子的話，他在馬年來講，這個他就會比較疲憊，心神會比較恍惚，然後想太多，然後或者是他在這個馬年比較忙碌，然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然後呢，除了芒神会病符之外呢，有一個小耗星飛進來。剛才我們說大耗星，這個是小耗星，小耗就是也是破財，所以這個小耗星進來就需要花一些小錢啊，看病啊，調理身體啊，就通過中醫啦、保健品啊，或者是身心靈上面，讓到自己自身的這個身體真正放鬆跟得到養生嘛。所以因為小耗星來都是要花錢嘛。那麼就要用這個錢去換健康進來。那麼說到這個大惡之年嘛，這個屬蛇就有大惡之年。那麼屬蛇的女性，1989年38歲，然後1965年62歲；男性屬蛇的2001年26歲跟1965年62歲的，以上這4個年份的屬蛇的男女都必須要謹慎小心。那麼在接下來呢，我們就講到這個屬蛇的這個12生肖的神器密碼了嘛。這個屬蛇的人呢，遇到忌呢會怎樣？會有貴人相助，升職加薪這樣子的。所以蛇跟忌是蠻合拍的。它是屬於是三合，所以呢就有這個金錢上面跟工作上面的助力。就是遇到忌的話，就有貴人啊，升職加薪的可能。那麼遇到龍呢，跟這個狗呢，還有這個馬，這3個生肖的話呢，都會有桃花，產生桃花的力量。那麼遇到屬猴呢、屬虎呢，就會怎麼樣呢？就會心情低落，比較不開心，會比較容易招惹是非官非，還有孤獨的。然後呢，如果遇到牛的話呢，男就有權威，女的就有刑剋，就會比較孤獨啦，女的就會比較那個脾氣比較不好的。這個就是屬蛇遇到其他生肖的那個神奇密碼的解說。哇，我們有不經不觉，我們已經來到了尾聲，然後等了蠻久的蛇仔蛇女們，你們終於聽到了今年你們在馬年的運勢啦。我覺得我應該很感謝 Chris 師傅，因為畢竟我聽過很多外面師傅講的每年的生肖流年運勢等等，可是你這個有點特別，就不是我會經常聽到什麼財運排行榜啊，什麼桃花排行榜啊，就很大概的講一下。你這個是很具體的講每一個生肖，包括他們的什麼生肖密碼性格啦等等。对对对，所以我覺得這幾個 video 都很值得大家去外面分享或者是參考。然後當然我再次我們的師傅，這裡是他的聯繫方式，你們記得去他的那個 social media 點讚，然後還有就是他的店呢，實店是在蒲種 KL， 有機會你們就過來吧，好吧？也非常感謝你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陪我們觀眾朋友們講市集。然後至於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影片會放在 member 裡面，是講
我們要吃什麼來幫大家轉運，吧？对对对，就12生肖的食療開運法。哇，食療開運法我還是第一次聽，我真的是聞所未聞，然後我不知道原來吃不同的食物都會幫助開運。對的，而且這個運勢不單只是財運，還有包括桃花，對吧？對了。哇，敬請我們的 member 頻道收看咯。好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 Alicia。耶！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來參加我是誰線上課程，一起來探討到這個世界的意義和使命是什麼。